南韩的总统大选会选出谁来呢？他要面临到的是什么样的棘手难题？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聊聊6月3号要登场的南韩总统大选。目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感觉好像应该大势已定，就会是最大的这个在野党的一个党魁。他会来当这未来的总统李在明先生。那于是呢，今天我们就好好带大家来聊聊，到底李在明他的政见是什么？未来他要将南韩带向何方？而现在南韩面临到的状况，他有办法解决吗？好，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韩国的总统大选哦，应该是这个6月3号要登场。那当然对南韩人来讲啊，现在对南韩来讲风雨飘摇，多事之秋，内部呢感觉心态非常的分裂，然后经济非常的萧条，然后这个那个的事情很多。对外呢，你看到川普感觉虎视眈眈，然后呢，所以你就觉得哇，风雨飘摇之际，一个国家哎呀要凋零了，李在明可以挺身而出吗？就不晓得。我们来看哦，那当然呢，这个南韩会落入今天这个地步啊，这个川普用关税大刀砍向全世界嘛，大家急着去跟他这个好好的谈判一下，但是南韩就超尴尬的，因为南韩现在啊没有总统，哈哈，你要找谁去谈判？很尴尬，给你90天的一个缓冲，我90天来不及选总统，所以就很尴尬嘛。那我们来看到，当然这搞成今天这一谈这个混账的这个罪魁祸首啊，当然就是之前的尹锡悦。尹锡悦呢，在去年的12月啊，突然间来一个戒严，吓死大家，吓坏宝宝。那于是呢，他后来当然被弹劾下台嘛，现在面临官司的一个这个缠身的状况。于是乎，我们来看现在呢，可以说这些南韩它内部的政党，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我要快一点修宪，我不可以让一个总统突然间脑子一热说我要戒严，我这真的戒严。哪有这种事？所以我们来看到现在啊，这6月3号这次选举哦，应该呢选上了之后，无论是谁都要赶快修宪。上一次呢，南韩修宪已经是在1987年，那个时候呢，他把他们的宪法修成了总统叫5年一个任期啊。那后来呢，现在呢看到了这个各个应该比较有机会的这些候选人都说了，他们把它修成跟世界接轨，4年一任。可以连选一任这样的一个总统制度。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口号啊，这个过去哦，好多届的一些总统他们在竞选的时候都这么说。但是当选了之后没这回事。好，那这一次呢，应该是目前看起来南韩最有机会修宪成功。那未来应该你就会看到，就是完全对齐4年一任的总统，然后得连选一任。好，那于是乎呢，我们就来看看现在。封关民调，在这个5月28号的时候，封关民调的一个最新数字是什么？6月3号选举嘛，5月8号这个28号公布最后一次的一个民调。好，那这个民调当中，你就看到我刚提到的那位很可能是未来的南韩总统李在明。李在明他是目前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李在明，他推出来他是总统的一个这个目前的一个这个候选人。好了，那他的一个政见是什么？他目前封关民调呢，他的一个支持度是49.2%，他到了最后关头，他的民调还在往上升，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应该8、9不离10是他。他的竞争对手呢，就是尹锡悦政府时期的劳动部长。好，这位呢叫金文书先生。好，那他的一个支持度呢是36.8%，到了最后封关那几天，他的支持度是往下掉的，一个往上，一个往下，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应该就是李在明。好，那我们就来看李在明他的一个这个政策了哦。我们这个跟大家聊国际嘛，所以就看看他的国际政策。那当然，他对于他国内的一些经济状况，他也知道经济很糟糕，所以他就说了，这个他当选之后，救经济很重要。那救经济呢，当然就是得要增加预算。刺激经济，帮助他们中小企业撑过去。好，那这个是李在明他的一个政见了啊。那当然，这个我们之后再来看。那但是呢，我们来看的，大家都在关注的是，那他到底怎么看现在非常诡谲的地缘政治的一个状况？他对于每一个国家，他都有提出他的一个政策。比如说呢，当然首先大家就要问了，你跟北韩状况怎么样啊？他说，这个北韩，这个北韩呢，尹锡悦中断了这个南北韩之间的一个沟通管道，所以呢，他要恢复。他说呢，这个南北韩之间，他说朝鲜半岛呢，不可以在沉默当中对峙，很可怕的。如果我们都不沟通，
哪天一个什么擦枪走火，多可怕，不行。所以他说他当选之后第一件事情，电话接起来，要把那个双方之间的热线重新给建立起来啊。当然随时有什么动作，我就是要可以打电话给金正恩，金小胖，我跟你讲，对不起，不好意思，是我的错之类的。好，那于是呢，他说要恢复北韩之间的军事热线，然后呢，他说过去呢这个南北韩关系还比较好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一些部分啊，在这个交界地区啊，有一些经贸往来，这个他说，还是可以再重新来谈一谈。好，那另外呢，针对了跟这个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一直以来啊，这个李在明他现在他的头上就贴一个标签叫做亲中。好，那于是呢，他就讲了，他说你不要说我亲中啊。我务实，他说呢，其实啊，这个中国跟这个南韩之间的关系，在尹锡悦时期啊，掉到了史上最糟糕的时候。他说这不行的，他要跟中国维持一个这个毕竟是区域当中的强国，要跟中国维持一个这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要去解决这个历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中韩关系，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跟中国呢恢复一下那个之间的关系。好，那再来呢就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你要跟中国恢复关系，那美国会怎么看你？然后他就讲了，他说我们也要跟美国这个当好朋友。目前呢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叫做韩美同盟，他说未来我们要升级 upgrade， 要叫做韩美全面战略同盟。好，你单面说我是不知道美国有没有答应啦，好，但不管他要说我们要升级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跟日本之间的关系。日本嘛，大家知道这个日韩不两立，对吧？这个有很多历史之间的纠葛。他说，历史之间的纠葛，我们要坚定立场，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现在的日本呢，我们日本、韩国、美国那个叫做美日韩同盟，所以呢，他说我们也要跟日本呢保持非常务实的合作关系。所以呢，你大致上看到他对每一个目前很重要的一些这个韩国支出去的一个这个双边关系，他都有一些他自己的看法。那目前看起来这样的一个看法，你大致上可以讲墙头草看法。我跟中国也挺好的啊，我跟美国也不错啊，我跟日本也要有关系啊，然后我跟北韩啊，你热线你和我，所以你就觉得他未来可能就是一个跟大家都想要维持一定关系的一个态度。但这样的态度，嘴巴上说很简单，执行起来很困难。所以呢，你这个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子啊。这嘴巴很会说，但是最后怎么做那才是重点。所以呢，他现在啊当选之前是这样说，我们之后来看他怎么做。好，但是问题是啊，现在的南韩的处境是处于一个我们刚刚提到风雨飘摇的一个状况，政经情势、地缘政治都很复杂的状况。我们先来看北韩，他为什么一直说我们要恢复那个电话？因为最近南韩出好多包哦，你知道在5月28号，就是那快要投票之前哦，居然南韩他就在边界上的一个哨所，这个哨所呢一个小兵，这个小兵呢他就去维护他的武器，因为擦枪，好擦枪，人家不是一句话擦枪走火，还真的擦枪，biang子弹出去，什么枪？你说一个什么小手枪，biang的打出去，赶快。这个阿弥陀佛，北韩没听到。好的，不是什么枪，叫做 K6的重机枪，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常常看到，像这个两军交战会有一个人两手操作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重机枪，他居然就擦枪的过程当中哒哒哒就出去了耶！哇，吓死！吓死之后没有热线你和我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南韩的哨所居然用广播系统对着北韩方向广播，因为他也不知道打到哪里去。北韩方向广播说对不起，然后他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时失手，我们没有要攻击你，请冷静。好，就这样不断的广播啊，怕他没听到，讲很久。好，那于是乎呢，大家就吓死了。你吓死说这种时候如果有一个热线你和我，不是很好吗？我们的热线赶快打过去说不好意思，一时失误，没什么事啊，不要紧张。好，那没有只好用广播的，这不是第一次。就在1个月前，4月23号，同样的一个状况，也是一个这个韩小兵也在擦枪，然后呢，不同的哨所一样是 K6重机枪，这次打更多出去哦。那这个哨所才可爱了，这个哨所呢，居然他在打出去的时候，哒哒哒哒哒，还把人家南韩的哨所自己那个防弹墙都给打穿了，然后往北韩方向打了好多出去哦。哇，真的太糗了。所以呢，这个状况真的让李在明
一定得要把热线给建立起来，不然太危险了。好，那另外看到北韩状况呢，北韩进来呢，这个金小胖可能也是这个懒得管你擦枪走火，因为呢，金小胖发生一件事情，本来呢浩浩荡荡，我要去看我的这个驱逐舰，我的一个这个驱逐舰下水的仪式，哇，你看我造了一个军舰出来，驱逐舰，哇塞，多雄伟啊，下水很厉害，让你们都怕我。结果呢，这个一下水之后，哇，这个下水不就是歪的倒下去，失重。这个失去重心，然后砰的倒下去，结果那个船只差没裂两半。最后那个部分啊，不是那个军那个叫什么，那个他的战机要降落的地方，不滑到水里去，然后后面呢整个就是有解体的状态，所以让金小胖颜面无光，气到隔天立刻发射巡弋飞弹来这个泄愤。好，所以你看到这南北韩之间的关系哦。很需要那个电话，所以呢，我们来看李在明上任之后，电话应该这很简单，签个电话本来就有，本来剪掉线，我把它接起来就搞定。所以呢，看到了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跟北韩之间的关系，这迫切要解决。另外一个关系很有意思，华尔街日报最近呢，就刊登了一个很大篇幅的报道，他说，美国国防部正在评估。就在不久的将来，要把这个驻扎在南韩的美军驻韩美军要缩减人数。好，这件事情你要怎么解读哦？驻韩美军大约是28500多人，然后现在他说呢，大约要这个缩减4500多人，很妙，《华尔街日报》讲的。然后呢，大家就拿着《华尔街日报》去问了南韩国防部的官员，一问三不知，越问他越冒冷汗。因为他没听过啊，所以他就说了哇，这个美国要这个缩减你的驻韩美军，然后你们南韩都不知道，不知情，被蒙在鼓里，那你们还叫做这个韩美同盟吗？你还要升级到什么全面战略这个同盟关系吗？有可能吗？所以这件事情让南韩颜面无光。但是呢，你仔细去看，他们是说啊，这个美国呢把这个军力呢，它要挪到其他的一个印太战略的一个基地去 ，maybe 要挪去关岛，或者是要挪去其他的一个地方，其他的印太据点，因为要牵制中国。好，那当然呢，对于韩国来讲说，哎呦，你要保护我的，让你人走了4500人，那我怎么办？但其实走了4500人，你还是有24000啊，不是吗？所以呢，其实有一些军事专家就讲了，那不是人数的问题。如果哪一天真的北韩要攻击你，或哪一天中国真的要对你如何，你多那4000人，少那4000人有意义吗？没有的。所以呢，你少那4000人没什么意义，没有关系。重点在于为什么你的同盟关系的伙伴美国，他要做这样的决定之前，没有来告诉你。没有跟南韩来商量，这才是这背后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义？你说那4000人能够影响什么战争大局吗？那也不是。所以呢，现在啊，在南韩自己境内媒体他们在检讨的就是，那这个同盟关系出了什么问题？那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还好吗？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你应该是这样去解读它的哦。那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呢？这就妙了。最近呢，中韩之间关系倒是还不错。好，我们来看到，首先这个在2016年，大家记得吗？那个时候南韩布了一个萨德飞弹系统，然后把这个中国气歪，我就有一个限韩令。那这个限韩令呢，当然就是你们这些韩国艺人不要来，你又想赚我的钱，又要把飞弹对准我，你凭什么？所以呢，就让当时啊，在这个中国大赚特赚的这些韩团啊、韩国的娱乐公司啊，全部都断了这条路，你就别来赚我的钱。好，那于是乎现在突然发现。这限韩令好像有点松动，一直在传说，哎呦，就在这个快要结束了这个限韩令，然后呢，最近就有一个这个股票的收购案，让大家觉得限韩令应该已经告终。什么收购案呢？就是你看到腾讯旗下的娱乐公司，他去买了在韩国非常知名的 SM 娱乐的股份。好，那买了他的股份呢？这家 SM 公司，相信大家我讲出他的艺人就一定知道，少女时代、Super Junior， 然后还有现在最行的这个 aespa。好，那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些就是 SM 娱乐。那现在呢，腾讯旗下的子公司去买了他的股份，大家就觉得那这样子的话，那就限韩令应该是没事了吧？不然的话呢，你去限韩令，你限到你自己家腾讯，这样对吗？好像也不太对。那如果你腾讯明知有限韩令，你还去买他们家股份，那你也是进水。所以呢，这一切，大家就说蛛丝马迹看出来，限韩令应该快要松动了。好，那如果限韩令没有了，代表什么意义？你往背后看，
中国要跟韩国示好了，哎，是不是要拉拢南韩，我们一起来对抗川普？有没有这个意味在里面？我们也可以来观察。另外呢，就看到了中国呢，在之前因为这个川普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就说，那我稀土就不出口了，通通不出口的状况底下呢，这个南韩也是跳起来，因为南韩也跟中国买稀土，买稀土做什么？做军武。因为南韩一直有一个国家政策，他们也希望成为一个军事武器出口大国。他觉得他研发的一个飞弹，他研发的一个飞机，我也可以往外卖啊。所以呢，他真的还卖出成绩来。我们看最近啊，斯德哥尔摩有一个战争研究所，他们公布了一个这个到底哪一些是这个军备出口大国，有一个排行榜。哎，你排行榜前10名拉出来看，南韩出现了。南韩呢，这世界上的占比是2.2%，它也开始要出口这些军备。好，那于是乎呢，它出口军备，它的原料哪里来？它跟中国买稀土。那于是呢，就中国本来是通不出口，那他后来呢就说了，这个南韩一直就说，哎，我又不是美国，那个你卖我嘛，所以呢，哎，他就这个中国说，好好好，那就卖给你。所以呢，你这个一个这个限韩令好像然后另一个是我稀土也卖给韩国，所以你就觉得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国似乎是有意无意的在拉拢南韩，希望呢在区域当中呢，多一个朋友当然比少一个朋友好嘛，多一个朋友多条路，不是吗？好，那于是呢，你就看到了这个南韩这些各自的国家啊，这个合纵连横其实挺有意思的。但是呢，刚提到了这些都对外关系，对内关系呢，南韩现在面临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经济出问题。它的经济出问题呢，你从它的经济成长率看得出来。现在呢，大家甚至呢不断的下调它经济成长率1左右，可能就很棒了，甚至呢还有把它经济成长率调成0的哦。那不止这个之外，你也看到了，现在还有人讲说接下来呢，这个你可以看到亚洲的货币突然间狂升值，可能会有秃鹰进来，想要大赚一笔，去操作那个汇率的国家。很可能就是南韩。那南韩呢，如果又被操纵汇率的话，它的经济承受得住那个打击吗？真的打问号。因为呢，目前你看到南韩他们内需市场现在正在萎缩当中，然后又加上他们之前这个尹锡悦之乱这乱那一遭，大家都不太敢花钱，不太敢投资，所以呢，你看内需又更萎缩，萎缩之后就会变恶性循环。没有人敢消费，那我那些店家当然要倒，店家要倒就会有很多失业率，失业率出来了之后，我更不敢花钱，因为大家觉得我的工作下一份不知道在哪里，谁敢花钱？不敢花钱，我就更多的公司倒，然后又更多的人失业，更多人不敢花钱，恶性循环之下，南韩的经济会好吗？没办法。我们看过去在南韩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这个话，我们会讲起承转合嘛，对吧？他们叫起承转机。炸鸡的鸡，他们说不管你是什么行业、什么年纪，到最后呢，你的最后一条路就是去卖炸鸡。但现在连他们开炸鸡店的人都变少，而且呢，倒掉的炸鸡店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很多南韩人就讲了，我的最后一条路也被堵上了，让我举一把伤心之泪。所以你就看到现在南韩面临到的问题其实是蛮多层次。多角度、多样化的。那这个未来6月3号到底会选出哪一位的总统候选人？我们来期待一下。如果真是李在明的话，哇，他面临到的可能是蛮棘手、复杂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他会如何发挥他的智慧来解决喽。好，这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是南韩接下来面临到的选举。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喽，我们下回见，拜拜。